校门口蛋糕奶油，要超大一口，被你撞着实在太 low， 找一个理由，回家的路和你一起走。我的心跳就要被偷走，难过的时候就快躲到我的身后，躺在我左手，给你的爱随时空投，总是很担忧，却不知道该怎么开口，只有你能拯救，在每个路口都跟着你走，不管飞船向左还是会向右，银河系最后只为你守候，想把你藏在左边的胸口，快来邀请我登陆你的星球，红心才有闪亮的理由，你说你会偷偷的想我，那是心里最美的烟火，想要陪你到世界尽头，笑容软只为你全部保留，一直为你勇敢的执着，因为你点燃了我的小宇宙。不行，楚路不能跟你走。楚路，趁热吃吧。同学，不能因为你救了楚路就决定他的未来。楚路他不属于你，他也不属于我，他只属于舞台。如果你认为楚路唱歌是为了舞台，那你就大错特错了。你连他唱歌的目的都不知道。那我来告诉你，楚路唱歌的目的，就只是为了快乐。医生，谢谢你这么懂我。可是我决定了，我更高要回北京。行，我先去安排车。你不要被他迷惑了。你先听我说，我想离开这儿，是想让小柔忘了我。一直以来，小柔都以为我是男生，我没有明明白白的跟她解释，我很内疚。我也想离我曾经的家庭远一点，逃得越远越好。最重要的是，我在这里失去了米娜，她到最后一刻都还握着我的手。我想忘了这一切，我想离开这里，你能明白吗？你的确不属于这片土地，不属于高二一班，不属于天空乐队，你只属于你自己。医生，我还有一件事情想要拜托你，你一定要答应我，不要告诉小柔我的踪迹。那我该怎么说？就说我消失了吧。到哪儿了？醒了，快到机场了。能绕一下去明堂中学吗？怎么了？我想去取一个东西。缺什么咱买不就完了吗？北京什么没有？我想取的东西
哪里也买不到。楚露走了，我也得走了。米娜，再见。六哥说，高考他肯定没戏，就不参加了。他要留下来陪陪米娜，陪多久？不知道。说是等米娜烦他的那一天，他就回来。复课的第一天，好像已物是人非。昨天的一切都成了尘封的记忆，只有通向乐队排练场的这条路依旧如常。我等着复课，是为了安放对米娜的缅怀。只有在这间屋子里，存放着好多她的音容相貌。当然，我更迫切地想知道楚露的消息。虽然有各种道听途说，但我想，雨生说的一定是真的。楚露，是我。雨生，楚露呢？失踪了。我的心已泪流成河，但眼眶却干得发涩。刚看了一篇报道，一个博物馆养了一只在阵中存活下来的猪，取名猪坚强。我能输给猪吗？我可以肯定地说，猪不懂悲伤，但人懂。小柔，今天天气这么好，要不要一起跑步上学啊？不要。哎，干嘛突然一副冷血的样子啊？你就当陪陪我。真是个没心没肺的家伙。哎，谁说我没心没肺了？我知道你从来不运动，体育永远不及格，所以肯定是没有专业的运动装备。今晚说你的脚37码，我给你买了最新款的运动鞋，喜欢吗？谁说我喜欢粉色的东西了？我现在整个人都是灰色的，我只喜欢灰色和黑色的东西，你别来烦我了。哎，那还不简单？只要你跑几天，鞋子自然就成灰色了。好了，跑了。你把我叫到这儿来，是有话要单独和我说，对吗？欧阳雨生，你这样真的特别残忍。我真的很想知道楚露的下落。如果他死了，我可以嚎啕大哭；如果他还活着，我会喜极而泣。可是失踪算什么？我知道你心里憋屈，还要装出一副
无比坚强的样子。如果你想哭的话，就大声哭出来吧，把心里的憋屈全都放出来，这样会好受一点。否则，会影响到你高考的最后冲刺。你为什么带我来楚露家呀？你等下就知道了。小柔，现在在你面前的人就是楚露，你要仔细的听他对你说的每一句话。小柔，骗了你，对不起，但我真的不是有心的。小柔，我走了，没有我，你也要好好的活着。小柔，这是我的 CD， 想我的时候你可以听，但是不要听太久哦，我怕影响你的复习。这一夏天的风，美丽的梦，我要和你飞到天空中，让耳朵那么想疗愈，很轻松，看到了最完美的笑容。春天不可以，傍晚有45度热的心情，冬天不可以，可以跟你坐在草地看星星。还有一点也不可以，装酷装傻戴太阳镜，就算你叫我的天不可以，为何只有夏天才最神奇？浮挂成粒冰激凌，这一夏天的风，美丽的梦，我要跟你飞到天空中，让耳朵那么响亮雨很轻松，看到了最完美的笑容。这一夏天的风带我的梦，能到你的心中对你说，如果有那么一天你会快乐，就算我不吃肉也值得，要和你快乐，要给你快乐，夏天的快乐。雨生，我忽然有了新的人生感悟。人生就像跑步，虽然身边有人陪伴，但过程是孤独的。你要一圈一圈跑下去，就算精疲力尽，也不能停止，直到完成任务，到达终点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你会发现自己的潜力，也能认清自己的不足。现在，开始喜欢上这双粉色的跑鞋了吧？还粉色呢，都已经变成灰色的了。还是不能重新开始吗？余生，我很谢谢你们为我做的一切，但是我还有一个未完成的心愿。
小绿不见了。楚露还活着。有没有听过28定律？在学习中，我们可以花20%的时间，去拿到80%的分数。然而，我们要再花80%的时间，去拿到那剩下20%的分数。这也说明为什么我们平时学习成绩越好，分数就越难提高的原因。首先，我们要做的就是补短板。那短板应该怎么补呢？我们把目标定在635分，语数外达到120分，加上文综240分，这样600分就够了。600分？我高考能考300分，我都烧高香了。那625分呢？只要语文上125分，数学上130分，英语上130分，文综240分就够了。不愧是真正的学霸，精准到了具体分数。什么是提升空间呢？就是掌握简单题和中难题，放弃超难题。这些是我给大家准备的简单题和中难题的一些题库。我感觉我考上传媒大学有希望了。一会儿我会给大家分发作文模板。在高考的冲刺阶段，女生帮我们补习功课，时间过得很快很快，而且框架高考和论证马上就要来临都是既定的。第二，议论文很难跑。起立！老师好！同学们好，请坐。请坐。谢谢老师。同学们，马上就要高考了，最后一堂班会，我只有一句话送给大家：愿你们风华正茂，归来仍是少年。风华正茂，风是风潮，我们是潮流的创造者和引领者。我希望我的同学们能做有思想、有主见、能创造、能引领的有志青年。华是以梦为马，不负韶华。还记得孩子那首诗吗？正是利己达人，以以养正。茂是敬业乐群。我希望你们对自己的事业尽职尽责，和朋友相处融洽，充满自信的、健康的去面对这个开放的、竞争的、多样的社会环境。同学们，你们说好不好？好！风华正茂，归来仍是少年。楚露。楚露，是你不舍青春校园，还是我难忘你青春的背影？你让我追逐的好辛苦，但又好愉悦。当风声划过耳边，总能化为你撩人的歌声，清晰且快乐。你知道吗？当我的高考志愿蹦出北京2个字时，我仿佛听到了你的召唤。北京，我来了，带着青春的热度和畅想。
时间过得好快呀！我终于如愿地考上了传媒大学。1年多的大学生活让我每天都很忙碌，尝试着新鲜的事物，也认识了新的同学。可我心里还是总觉得空落落的。不过还好，老朋友鼻涕虫雨生也考上了北京的大学，有他的陪伴，让我快乐了很多。今天是我来到北京的第2个5一，也是我和雨生的会晤日。我的学校在长安街东头，雨生的医学院在长安街的西边。我们每一次的见面，都在丈量着长安街漫漫的长路。为什么来这儿？这家餐厅本来是我打算带我未来男朋友来的，可是一直没有机会。我们这次来就当提前演练了。传媒大学帅哥还少吗？何况，你长得也不是太违和呀。哼，我对我自己还是有点信心的，只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每次都只差那么一点点。有一次是在阶梯教室上课，公众舆论主要作为一种政治现象，可以说出现了2个源头，即开放的舆论生成与流动系统后，出现制造灌输系统。尽管它们产生的复杂程度不相上下，但是结果却大不一样。对成见、兴趣、公益的形象与民众现象等问题做了精辟而深刻的研究，对完成了新闻史上对舆论现象的第1次全面梳理，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。真的假的？那也太搞笑了吧！我还有更搞笑的呢，上次是会错意了，这一次是听岔音了。俗称大烟，是由罂粟熬制而成的麻醉药品，人在吸食之后极容易上瘾，很难戒掉。这个罂粟，小荣，它稀释了。龙爱你。吴一江、张逍遥，你们俩给我出去！好的，老师。孙小饶，你为什么站起来？这事跟你有关系吗？报告老师，跟我没有半毛钱的关系，是我听岔了。萧优和小柔，韵母都不一样。别看你是传媒大学编导系，但编的也太差劲了吧！你爱信不信？那个男生是湖南人，普通话不标准。怎么回事啊？要不我们俩也试试？我试试。不行不行，我演不下去了。我现在一看到你就想起小呆呆。先生，您的牛排，请慢用。谢谢。小姐，请慢用。你说，我们现在为什么没有当初在公交车上的那种感觉了？真没劲。这个问题啊，你都问了 N 多遍了。你才
才没进呢，明明就看，还不承认。我看了吗？你看了，真讨厌，明明就看。真烦人，没看就是没看。你呢？怎么不交女朋友啊？学习太忙了，哪有时间啊？你不是考试经常得满分吗？这个借口也太烂了吧！反正你也没有男朋友，大不了以后什么元宵节啊、国庆节啊、端午节啊、七夕节之类的，咱们俩一起过就行了。谁说我找不到男朋友？楚露，楚露，楚露。楚露，你吓死妈妈了！妈妈不是让你在门口等我吗？干嘛要到处乱跑？知道了，下次不会乱跑了。好了，下次一定不要乱跑。我还以为……记住啊。嗯，记住了。走。这一刻，我们都明白，说是要忘掉，其实我们都没能忘掉。楚露，你到底在哪儿？每次收信都只有你的，喏，又2封。谢谢。哎，你看看啊，其中有一个真不错，上海姑娘，学放射的。不感兴趣。哎，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，睡觉吧。哎，对了，忘了告诉你一条捷径。从学校后面山坡翻过去，20分钟就能到校区。以后不用起早挤公交了。海星娱乐，哎，这公司不错哈，兼职策划，我看这靠谱。是啊。哎，高原就在这个公司呢。哎，我要去报名。人家可就招1个，你行吗？我试试还不行吗？行行行，去。高原应该知道楚露的下落。苗苗，小柔怎么了？这堂大课我逃了，我有点急事，笔记只能靠你了。去吧，给你记得一字不落。孙小柔同学你好，我是播音系10届高明江，听说你是一个百毒不侵的气质女神。我有那么好吗？我可是一个攻坚克难的男子汉，所以可以和你交个朋友吗？可是我不太喜欢男生，你等等。由于我准备充分，一路过关斩将，进入到了最后的面试。你对音乐、对市场、对我们公司的主打品牌铂金乐队都有比较深刻的独到的见解。但是我还是想问你一个问题。在北京有很多间比我们公司更优秀的音乐公司，你为什么要选择我们呢？我一直在找一个人，一个想忘又忘不掉的朋友。在贵公司，可能有人能帮到我。我们公司成了失物招领处了啊！你要找谁啊？我能不说吗？这是个人隐私。行，不说就不说吧。见习生。兼职，我击败了300多人哦。为什么选了海星娱乐？
你说呢？不是说好了吗？过去的先忘掉。你不是也没忘掉吗？既然忘不掉，不如去面对，找到出路。曹良要迟到了。哎，对了，忘了告诉你一条捷径，从学校后面山坡翻过去，20分钟就能到校区，以后不用骑到几校车了。这一夏天的风，美丽的梦，我要跟你飞到天空中，让耳朵那么响亮，语很轻松，看到了最完美的笑容。这一夏天的风，带我的梦，能到你的心中对你说，如果有那么一天你会快乐，就算我不吃肉也值得，要和你快乐。楚路。推开窗，瞭望阳光尽头的方向，在心上微风迎面吹来，好清凉。纸飞机在飞翔，去远方，随风轻轻地飘荡。突然发现时间变得很匆忙，成长改变了原来梦的模样。我只想还能像不一样，当初稚嫩的脸庞。大站的操场，作业没写完，未来多远，夜晚难免会感到彷徨。父亲的肩膀教会我坚强，渐渐成长，他却渐渐褶皱了思想。原来长大会孤单，会觉得不安，所有成长的辛酸却要自己担。原来长大会孤单，会觉得不安，从前那些以为简单，也慢慢变得不简单。原来长大会孤单，会觉得不安，所有成长的辛酸却要自己担。原来长大会孤单，会觉得不安，从前那些以为简单，也慢慢变得不简单。他会孤单，会觉得不安，所有成长的辛酸却要自己担。原来长大会孤单，会觉得不安，从前那些以为简单，也慢慢变得不简单。